神的旨意和命令是新约的律法。人类的历史和神的关系就好像一对父子因为某些事情吵架，之后儿子被赶出家门，20年之后，父亲的气消了一些，就派人关心一下儿子的现况。再过20年，父亲的气全消了，就自己出面把儿子带回来。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，经过了2000多年，神派摩西颁给以色列人律法。再过了1000多年，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把人带回天国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，代表着家的门打开了，父亲出面了。这个在外流浪40年的孩子，回家后开始会留心听父亲说的话，注意父亲的心意。在新约，律法这个词已经用得越来越少，更多的是使用神的旨意和命令，因为这个时候神出面了。我们需要做的是注意神在说什么，明白他的心意。在我们接触福音之前，社会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律法上的教导，我们也会发现圣经中许多教导和之前社会给我们的教导很像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就把神的旨意和命令填入到这些教导的程式中，也就是在潜意识里，我们把神抹去了，把这些教导成为原则，然后行事为人就照着心中的这些原则在走。这样的表现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这样的心灵动作却产生了很大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断掉的，没有连接上。在启示录中，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、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个教会根据心中的原则行事，是表现得很好，但是和耶稣没有连结，也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这个现象和当初亚当想要自己管理伊甸园，把神撇开，是如出一辙。我们人太习惯自己来做事，把神摆在一边，等做完了之后，再喊个口号说，把荣耀归给神。知道以弗所教会的结局是什么吗？灯台从原处被挪去，也就是灭亡。如果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，改变一下心灵的动作，开始注意在说话的神。譬如，耶稣叫我们要饶恕人，当我们很难饶恕的时候，就想起是耶稣教我们这样做的。这个心灵动作就会让我们因为爱耶稣的缘故，而有力量去做。以弗所教会悔改之后的结局就是，耶稣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，得到了当初亚当失落的生命树上的果子。